极速追杀2到底有多细？细节1，在影片前半部分，桑蒂诺找到约翰，想让他杀掉自己的姐姐。现在请注意，我们在墙面上可以看到多个弹孔。众所周知，在极速追杀1中，约翰家里有一场大规模枪战。时隔3年后，随着追杀2的上映，墙面上的这些弹孔仍然保存。不得不说，这部影片的连续性确实很到位。细节2，当约翰在隧道逃亡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拍了拍胸部。如果此时我以慢速度播放，你就会注意到他衣服上吸收的子弹都掉了下来。当然，影片前面也解释过，这件衣服是高科技防弹衣，如果从衣服上掉落了子弹也说得过去。不过此处我想吐槽一下，这防弹衣简直不要太离谱。细节3，众所周知，追杀1与追杀2在现实生活中相隔了3年，但在电影世界实际上只过了4天。从这2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毕竟停在大陆酒店外的汽车还是这几辆，所以这该死的连续性让我狠狠地被这部影片圈粉了。细节4，在隧道这一幕，哑巴杀手阿瑞斯已经等候多时。Loose ends. Yeah.如果现在我以慢速度播放，你就会发现阿瑞斯甚至将自己这边的人都杀了。从这一幕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无情，或许他眼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灭约翰威克，所以不管谁站在他们中间，都会毫不犹豫的杀掉。毕竟人越少，瞄准逃跑的目标几率就越大。当然主角光环不是想杀就杀的。细节5，在影片中，约翰打败卡西安和阿瑞斯的方式可以说是极其相似，但最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对于卡西安，约翰只是切断了他的主动脉，并未将刀拔出来，因此他还活着。毕竟两人出于职业相同，也是一种礼节吧。不过阿瑞斯也是被同样的方式刺伤，可约翰最后却拔出了刀，所以他死了。细节6，当约翰拜访桑蒂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他从鲍威瑞的一个线人身边经过，这点其实也应验了他在影片中说的那句：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I am all seeing, all knowing.毕竟许多地方都有他的手下存在。细节7，众所周知，鲍威瑞给了约翰一把金箔1911 45毫米口径自动手枪，其弹夹容量为7发。然而这点也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当镜头来到博物馆那场枪战戏中，约翰刚好用这把枪连开了7发后，打完了所有子弹。玩真实还得看极速追杀。细节8，在这部影片中，约翰威克用一部老式电话告诉管理人员，他很快就会退房。现在请注意，这与他在黑客帝国使用的电话一模一样。难不成李维斯将之前的道具偷了过来？细节9，当约翰刺杀丹东尼奥之前，他首先去买了一套新衣服。然而现在请注意，这位店员是由卢卡莫斯科扮演的。有趣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卢卡还担任了这部电影的服装设计师，所以他不仅在影片内为约翰设计套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细节10，影片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广告牌里出现的钟表广告。然而在极速追杀1里，当约翰接电话时，他手上戴的正是这块广告牌上的手表。不得不说，这波产品植入属实赢麻了。细节11，如果你看完极速追杀1和2，你就会发现威格与他兄弟用了一模一样的语言方式描述约翰威克有多么的恐怖，包括一支铅笔杀了3个人，以及他是多么的专注。John Wick is a man of focus. John is a man of focus. Commitment. Commitment. A sheer fucking will. Sheer will. 细节12，影片最后对决中，约翰几乎将桑蒂诺的手下全部都杀了。然而在这个场景里，他翻滚在地，并用脚放在对方的后脑勺上，最后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现在请注意，约翰其实是故意把脚放在对方后脑勺上的，因为当子弹穿过他的头时，脚在这个位置就不会被射中。而该画面也很明显是特效制作而成。不过约翰的演技却让这一幕看起来更加逼真。细节13，当约翰被人追杀逃进地铁里时，现在请注意，在该背景中有3块黑色广告牌，而上面大概的意思就是逃离此处。其实这点也影射了他现在的处境。